了！好险，好险！完了，快跑！我先上。接起来到我了！杀！老子要把你们这群怪物碾成渣！秦征，我们撑不住了。微微，看那边，那光，是菜市场。走，赌一把。绿色，那是蔬菜。末日7年了，我连干菜叶子都没见过，这怎么可能这么新鲜？小心！嗨！我闻到了活下去的味道。走，我们进去看看。欢迎光临。这些是……哇！啊，金刚罩，这不起眼的菜市场，摊主是个饮食高人。尝尝。真的没问题吗？脆、嫩、甜，是活着的味道。微微，这……老板，大佬，给一口吃的吧，只要能换，什么代价我们都付，命都行。我叫张帅，据说祖上阔过，传到我这代就剩这间菜摊和奶奶了。现在菜市场要拆，生计眼看也没了。可就在昨天，我绑定了末世菜市场系统。系统说，末世里一口新鲜蔬菜堪比国宝，用菜换国宝，集齐999件就能召唤神龙，终结末日。奶奶，咱家这摊子怕是要开到另一个世界去了。明码标价，童叟无欺，这里的菜都能买。买蔬菜，在末日，这得是什么天价？我们可能连根菜叶子都买不起。老板，我吃的这根多少钱？黄瓜售价国宝1件，兑换10根。一颗低级能量晶核或者中级，难道是高级晶核？也是我们这种挣扎求生的，怎么配？不是晶核，1件国宝换10根黄瓜。啥？老板，你说换啥？国宝？系统也没说具体是啥。对，国宝，随便什么国宝都行。国宝？那国宝在末世还不如一块黄瓜值钱，在这里能换10根鲜黄瓜，这不是买卖，这简直是恩赐。哈哈哈哈！天不亡我，避难所的兄弟姐妹们有救了。看来不是定价太高，是太低了。末世国宝真是白菜价，不对，黄瓜价。老板，您稍等，我们马上回来。给您，从废墟里扒出来的，您看行吗？颜真卿的争做未天，这笔墨，这气韵，无价之宝啊！冷静，张帅，你现在是神秘的摊主。放那吧。拯救世界的进度调动了，规矩不变，4件国宝换40根黄瓜，自取。刚刚才那根没尝出味。不管了，我先补一口。是阳光和雨水的味道，是文明时代才有的奢侈。这末世到底把人逼成了什么样？
老板，这些菜卖完了，还会再有吗？要多少有多少，幸好系统仓库无限，随便补货。这空间创造，您是传说中的空间系至尊。能将空间法则用于饭菜，老板，您究竟是哪位隐退的末世之王？王，我就一众地的，要不是在菜市场里无敌，我早跑了。新手任务发布，3天内收获10件国宝，失败惩罚永久流放末世。3天10件，玩我呢？今日之缘，到此为止。你们回去后，可将此地告知信得过的人。恩公大德，没齿难忘，推广之事包在我们身上。国宝收入达4件，解锁新商品胡萝卜。新品种 get， 离回家更近一步。胡萝卜，末世里最基础也最珍贵的能量来源。要想吸引更多人，光有货还不够，得让他们知道这里有能让他们活下去的希望。刘哥，快，他快不行了。蔬菜耗尽了，只能等微微他们了。哪有那么容易？这么多天了，他们还没回来，怕是……现在末世哪还有新鲜蔬菜？种地的早就没了，就算有，恐怕也不够他们自己吃的。我们回来了，快开门！我们回来了，他们找到了好蔬菜。难道是找到了蔬菜？这是新鲜的黄瓜，你们从哪里找到的？这是我们买的。买的？不可能吧！末世里谁会有这么多黄瓜？听我说，用国宝换取蔬菜，末世竟存在这种好人，更何况这可是新鲜的黄瓜啊！就算是末世前最高端的存在，也未必能天天吃上新鲜的蔬菜。现在他快饿死了，让他先吃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活过来了，他活过来了。真的是黄瓜。是末日之前的味道，这清甜的汁水绝对没错。我觉得我们得搬到菜市场附近，接着收集国宝，这样大家都能吃上最新鲜的蔬菜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原来你们在这里躲得还挺深。乖乖跟我们回净土中心当牛做马，你们还能有草根吃。那是黄瓜。什么？真的是新鲜黄瓜？末日里没人能吃上新鲜蔬菜，你们从哪儿弄的？摊主让我们帮他做宣传，想必不介意让其他人知道。况且摊主能力出众，整座净土中心没人能打过他。想知道的话就跟我走，别伤害其他人。把他们全带走，都给我跟着他。找死！怕什么？别慌，继续走。到了，黄瓜就在这儿，我买的。你说那是买的？是。谁管是不是买的？老子今天直接拿！你们在这守着，别让他们跑了。是。给我出来！这些蔬菜我全部都要了。跟上！胡萝卜，这可是末世前才有的珍品啊！
这家菜市场的摊主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全是新鲜的不说，居然有这么多，这要是拿到黑市上转手，不得赚得富得流油？摊主竟然有胡萝卜，这可是末世里最奢侈的宝贝。我的天，是真的，不是做梦吧？谁在吵？吵得老子睡觉了。你就是那个摊主，这些蔬菜我包了。我还以为没人来，要黄了呢。欢迎光临我的蔬菜小店。谁说要买了？我让你把这些都给我。哎，你是要抢？让你们贡献点蔬菜，在末世里再正常不过。我们代表净土中心，我劝你还是听话比较好。净土中心是附近最大的幸存者城市，由异能者统治，保镖更是最无法无天的。摊主小心！关我屁事！没国宝就滚蛋！哼，我现在是在警告你。多谢补充能量。天哪，摊主甚至可以吸收别人的能量。怪物，滚蛋！系统，把这2人给我拉入黑名单。刚刚发生了什么？我的胳膊断了。这是屏障，好强的屏障！看我把他的店给砸了！啊，居然没用！他那么强，竟然没有杀掉我们，肯定是因为他忌惮我们的势力！哈哈哈哈！快去叫领导过来，这些菜今天必须拿下！嘿，你们进去也是送死，等领导带队过来再行动。距离任务结束仅剩不到1天，剩余国宝数量不足10件，请尽快完成收集。本来就难，还有人来添乱。哇，好强！不愧是摊主。不过他们是净土中心的保镖，手段残忍，你一定要小心。来就来呗，怕什么？对了，要不要先下一单，试试新品胡萝卜？真的好想吃胡萝卜，这可是末世里最奢侈的宝贝。唉，可是我现在身上没有带国宝。你帮我带了这么多人过来，就当是我请你的。我就不信，看到微微吃的这么香，外面那帮人还能沉得住气。真的吗？谢谢摊主。哇，好甜！这就是胡萝卜，太好吃了！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蔬菜。我从来没有尝过这么甜、这么脆的味道。这个味道好香啊！这是什么味道？好清甜，好清甜的味道，像是末世前的某种蔬菜。想吃的话，带上国宝来换，全场统一价，1件国宝换10个新鲜蔬菜。这么多人，10单任务，简直是送分题。这不就是白送吗？早知道是国宝，老子还犯得着抢？这么便宜，早知道老子就不该得罪那位老板。没事，很快这家店就是我们的了。就这样看着他跑了？哼，无所谓，少几10个劳力，对净土中心来说无足轻重。再等等，我是去买蔬菜吃，不是抢。去吧。这2个国宝可以换蔬菜吗？连清明上河图都有，这回龙国的任务稳了，购买20个，推荐你黄瓜加胡萝卜，营养均衡。我的天，这是什么神仙蔬菜？比城主那艘掉的饭强1万倍，不1亿倍。这么新鲜，快，我也要！这是神的恩赐。快走，快走，待会儿蔬菜要卖完了。先看我的，我先来的。还有我，我也要买。这才是人该吃的蔬菜啊！
都怪你，要不是你手贱开枪，老子早就吃上神的蔬菜了。谁不想吃？再等等看，队长很快就到。我刚搜到的国宝，大家拿着去买吃的。这是汉代的青铜博山炉，工艺精美绝伦，还有唐代的唐三彩马，釉色绚丽，造型生动，快拿好啊！谢谢。已收到8件国宝，距离任务完成还剩2件，已解锁苹果。不错，这样任务很快就能完成了，还解锁了苹果。末世的水果王者，这波血赚。谁再敢进去，死！哼，和你说的一样，这里居然真的全是胡萝卜和黄瓜。这些难民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，就算留着也是浪费粮食。你竟然杀人，丧心病狂！哪来的小姑娘？我只是保护新鲜的蔬菜资源而已。我不允许你如此草菅人命，难民的命难道就不是命了吗？别冲动，我和你一样想报仇，但现在动手不明智。别忘了，还有摊主在。对，还有摊主在，这里所有人加起来都打不过他。死人了，而他们都是我的顾客。这末世的残酷比我想象的更深，你太过分了。那又怎样？有他在，谁敢来消费？我的任务必失败。无所谓，这附近是我们净土中心的地盘，你在这儿经营就是找死。是啊，就是。系统，能否给予我攻击权限？本系统可以解锁宿主武力值，但目前宿主只能雇佣员工。啊，可以雇佣员工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有了。队长，他们竟敢违抗命令，擅自冲进去买蔬菜。那些蔬菜可是能换一座城的无价之宝啊！就这么被他们糟蹋了。是啊，队长，我们该怎么处置这群蠢货？擅自行动，死！直接处死！怎么办？队长他们真要杀我们？我们只是想吃口新鲜的蔬菜啊！那我们就不干了。给我全体进攻菜市场！已根据宿主指令，将门外保镖全部列入黑名单。干得不错，系统。怎么可能？好强的屏障啊！连队长你们也进不去，他把你们也拉进黑名单了。被摊主拉入黑名单的人都会被他布置的屏障弹开，根本靠近不了。原来如此，不值一提。刚刚是我大意了，再来。都给我让开！哼，不知死活！哈哈，这下他死定了。队长的火焰能融化一切。队长太强了，太强了！队长的火系异能无人能敌。队长太厉害了，这火焰简直是天灾！啊，怎么可能没事？这连队长的异能都能完美防御？难道这个摊主的异能比队长还要强大100倍？我就不信了，破不了他的防御。队长，摧毁他的电，让他尝尝厉害。队长威武，这激光炮能轰穿一切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不可能，他的防御怎么可能这么强？啊！该死，什么攻击都没用，这防御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这个摊主居然强到这种地步！就这点能耐，没我的允许，你们这辈子都别想踏进这门一步。
我店里的蔬菜没有我的同意，你们也休想得到分毫。苹果那可是水果，是比蔬菜还要高级的存在，只存在于末世前的能量炸弹。咬一口，汁水直接爆在嘴里，浑身的力气瞬间灌满，连打10个都没问题。不仅如此，这苹果的甜是能把痛苦都融化的甜，咬一口，满嘴都是阳光的味道，所有的愤怒和恐惧都烟消云散，连伤口都感觉不疼了，整个人都飘起来了。在这末世，他竟然藏着苹果这种逆天的神物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样，想要吧？可惜啊，你们跟我有仇，这辈子都别想从我这儿拿到任何东西。买不了是吧？那就等别人买了再抢。只要有人敢从你这儿买，我们就在门口堵他，抢过来。对呀，还是队长聪明。几个蠢货那样子，还有谁敢来买？没人买，你们照样得不到。抢不了，我们还买不了，从他们手里买便是。我早就设好了规矩，谁敢把我店里的东西卖给黑名单上的人，他自己也得进黑名单。你们猜还有没有人敢卖给你们？总之，你还有你们3个人永远别想吃到我一根菜。等等，他只说了他们3个，意思是我们能买。没错，现在你们只是暂时在黑名单里，如果表现够好，随时可以解除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做，队长？干掉他们，我就能恢复你们的买卖资格。就这点小伎俩也想搞定我们？就这点招数，还想让我们自相残杀？你们不是保镖吗？危急关头，自保才是最重要的。而我能给你们想要的蔬菜。这就是苹果的味道，如此香甜，还能刺激灵魂。只是闻上一次，我都感觉到那无穷的快乐在向我招手啊！他们说要把你们处死，正好我的店里缺保安。我们要当保安，我们要吃蔬菜。没问题，既然当了我的保安，这个苹果便给你们吧。真的吗？这么珍贵的苹果，居然能给我们？只要你们履行好保安职责，苹果这种水果，那还不是小菜一碟？啊，这是何等丰厚的待遇啊！我们当保镖，出生入死，1个月能有1枚高级金盒就不错了。这一个苹果的价值，少说都上千高级金盒啊！这个摊主太有钱了！誓死捍卫摊主，誓死捍卫摊主，誓死捍卫摊主。不错，就凭几个苹果就把这群废物给收买了。检测到有志之士想为本店添砖加瓦，员工专属徽章已发放至系统空间，宿主可自行拿取并佩戴，佩戴后即刻绑定。徽章具备定位、监视甚至远程操控权限，拆毁及抹杀。凭空取物，这是空间系异能者的操作，怪不得他能拥有这些只存在于末世前的神物。带上他，你们就是我的保安。这个徽章，哇，这是。保安们，这有小偷！什么？谁拿回来就归谁。这是我的，拿过来！我的，你滚蛋！咱们平分。爽，太爽了！这一口下去，爽到灵魂都在颤抖，现在死而无憾了。哈哈，这保安当的也太幸福了，比当保镖吃香喝辣强10000倍。这苹果光是看着就香得钻鼻子。老子活了这么久，连水果皮都没碰过，而现在当他的员工就能天天吃苹果，这可比我们当保镖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好上无数倍啊！你们这群软骨头，这么轻易就被糖衣炮弹收买了？这就是净土中心的精英。给你们10秒，想活命想吃饱的，现在就滚过来，跪下。等着瞧，你们今天的选择会让你们爽到飞起！你们这群窝囊废，净土中心不会放过你们的！现在菜市场有12名保安坐镇，艾明他们插翅难飞。你们这群无耻之徒，竟敢背叛净土中心！艾明，我们只是不跟随你了，可没有背叛净土中心。说到底，你不过是个仗势欺人的跳梁小丑。都给我下地狱去吧！全体都有，开火！
空气波被弹回来了。你异能再强，也扛不住我们这么多人的合力。你若再敢动手，死路一条！可恶！给我等着瞧，我一定会回来复仇的。不费吹灰之力，几句话就瓦解了艾明他们，摊主简直是神。若能一直依附于他，我们的生存就有了真正的保障。这里有人晕倒了，还是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。这就是残酷的末世啊！我们去把他们好好安葬了吧。不愧是训练有素的保镖，这反击的战术堪称完美，对敌人毫不留情，够狠。倒是这伤员的伤势，我可没有任何医疗设备能处理啊。摊主，我是医生刘远，他们的伤交给我。哦，居然还有医生，这倒是个意外收获。对了，这个给你。这是拿着，保安的伤还好，那迷你有些人伤得很重，要是他们疼痛难忍，你可以榨点苹果汁给他们喝，多少能缓解些痛苦。苹果能镇痛，糖分也高，正好补充体力。这等神果居然用来救我们这些凡夫俗子，摊主人，您真是菩萨心肠。警告，距离任务完成仅剩2单，请宿主尽快。该死，差点忘了这场。都给我听着，手里有国宝的，赶紧来换吃的。1件国宝换10根黄瓜。大家快，现在没人拦着了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。我来换。情况不妙，这烧伤感染风险极高，一旦恶化就晚了。还好有摊主的黄瓜汁。已完成10单交易，已解锁新商品西瓜，零售价1件国宝兑换1个。哇，居然是西瓜，还好进会时囤了不少，这下有的卖了。我的天哪，这些事儿，这是西瓜。古籍记载，西瓜需长时间孕育，入口清甜解渴。更何况西瓜汁有极高的营养价值，不仅能给心脏恢复活力，还可以补充体能。就连西瓜皮都能消炎镇痛，更是有上古之神西瓜霜这一说法。太好了，大家得救了！真的没想到摊主竟有如此神物。摊主，一个西瓜，结账。没问题。我的刀呢？这就是传说中的西瓜，太好闻了。只是闻了一口，身上都觉得很有力量。这是西瓜吗？这么金贵的东西，拿来救我们这些快饿死的人，真的值得吗？西瓜在末世里比国宝还稀罕，要是在外面，我们就算豁出性命也换不到。可在摊主这里，西瓜珍贵的同时，我们这些小人物也能靠手里的国宝换到。这一切都要感谢他。又收到了不少国宝，都放到系统空间里吧。今天收获不少呢。系统提示：累计收取国宝数量达18件。18件国宝，凑齐999件就能召唤神龙，拯救龙国了。真脆，比末世前吃过的任何蔬菜都好吃。好香啊！这就是苹果的味道吗？太好吃了！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！咱们又有吃的了。看着这一切，还真像现实世界里的样子。只不过这里是残酷的末世，艾明那伙人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净土中心那群人，说不定早就盯上我了。他们是我目前最大的客户，要是净土中心敢动我，遭殃的第一个就是他们。对了，系统不是能雇佣员工吗？也许能有办法。系统，给我介绍一下。员工可通过在市场内消费积累贡献值，使用贡献值可在员工徽章的商城中兑换能力、技能和武器，从而强大自身。注：当前已解锁1级商城，2级商城需累计销售额达200件国宝后解锁。
员工还能变强，而且是靠在市场里消费变强。这下不仅能促进销量，还能让员工们更有战斗力，更好的守护菜市场。卧槽，这才只是1级上乘，那2级不得逆天。要是保安全部武装到牙齿，别说爱民，就算净土中心倾巢而出，也能把他们打回老家。到时候客源稳固，我的菜市场就能在末世彻底扎根，成为无人敢惹的存在。摊主，我们有件事必须跟你合计。艾明那家伙心胸狭隘，睚眦必报，肯定会卷土重来。更要命的是净土中心，艾明不过是其中一个保镖小队长，里面藏着的保镖势力多如牛毛。要是他们真的全面发难，我们这点人手根本扛不住。对呀，我们才这么点人手。不必慌，你们跟我来，我自有解决人手问题的办法。摊主，我们想在这附近扎营，建立一个新的避难所。在这之前，必须先征得您的同意。末世里食物比黄金还珍贵，我们手无缚鸡之力，只能把活下去的希望全寄托在您的店里。求求你了，恳请您成全，请您成全。自然可以。我的店需要客人，你们留下来，正好双赢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摊主答应了，我们终于有安稳的家了。以前吃了上顿没下顿，喝的水带着辐射，喝一口都烧心。现在能守着您的店，有干净的蔬菜和水果，这简直是做梦都不敢想的日子。这让我想起了末日前的日子。可净土中心那群豺狼怎么办？他们嗜杀成性，掠夺成义，绝不会眼睁睁看着我们好过。正好保安队缺人手，有没有人想加入？对，我们不能只享受摊主的恩惠，必须保护这里。摊主，我想加入您的保安队，您给了我们活下去的希望，我必须报答您。从今往后，菜市场的顾客由我来守护，谁也别想捣乱。我也来，我是医生，既能救人也能战斗，关键时刻能帮上忙。算我一个，我熟悉废墟地形，能当侦察兵。我也愿意出一份力。我们也来。我们虽然实力低微，但愿意拼尽全力报答摊主的恩情，守护我们的家园。好，准了。想当保安守家，还是当服务员打理店铺，你们自己选。员工人数无上限，虽说远超菜市场的常规需求，但末世之中，唯有自身实力够硬，才能安稳赚钱。他们就是我在这末世扎根的第一批班底。来看看全新的商城都有什么好东西吧。这是什么神乎奇迹？难道是传说中早已失传的次元储物科技？这么多药品，足以拯救这里所有人。这些逆天的能力、高阶技能，还有科幻级武器，竟然全是我们能兑换的。在店里消费一件国宝，就能赚1点贡献值，10点贡献值就能换任意一样。我攒了23点贡献值，我来试试水。卧槽，真的能换出来！凭空造物，这绝对是摊主用某种高阶异能，直接将武器从次元空间传送到我手上的。让我来试试它的威力。这威力简直逆天，精准度更是离谱，和末世里那些卡壳不断的破枪完全不是一个档次。更要命的是，这枪居然有无限子弹，不用换弹就能一直射。我也兑换试试，这速度简直快得惊人。摊主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能让人瞬间获得超凡能力，这根本就是神级手段啊！太不可思议了！你再说一遍，那个破菜市场里面，黄瓜、胡萝卜、苹果也就罢了，连西瓜这种只存在于1000年前古籍中的神果，居然真的存在。摊主，看好了，这上等的苹果啊，
没错，我的手下全被那摊主用几个破苹果策反了，一群没骨气的废物。馆主，现在就该派精锐踏平那破店。那些蔬果是末世神物，到手后净土中心绝对能一统废墟。可你连门都没进去，那店来路不明，先试着谈合作，谈不拢，再让他从末世消失。这威压，馆主您又突破了。少废话，你去联系焚尸城城主。他们可是抢我们货抢到家门口的死敌，和他们合作，这简直是与虎谋皮。哼，馆主你真的得深思熟虑啊！利益面前没有永远的敌人，我们联手，这末世里就没有我们拿不下的东西。快，再往左挪点，把接口焊死。搞定！以后这就是咱们的避风港，谁也别想轻易闯进来。终于有个像样的家了，旁边就是摊主的店，想吃想喝直接换，再也不用去废墟里刀尖上舔血了。我们终于不用再颠沛流离了，有救了！太感谢摊主了！大晚上的，这些丧尸又来了。不对劲，丧尸怎么越来越多？明明昨天才清完周边的尸群。估计是店里的灯光太扎眼，把远处的丧尸都吸引过来了。那是什么？末世里居然有这么气派的店，还亮着这么足的灯，竟然是菜市场。好吃，好吃！摊主新进的胡萝卜真好吃，我也尝尝看。他们吃的竟然是新鲜胡萝卜。末世里居然有新鲜蔬菜，这根本不可能。这个店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别开火，我们是活人，不是丧尸。我们是专门猎杀高阶丧尸的猎人小队。我操！居然是传说中的高阶丧尸猎人！传闻他们一人能顶一支小队，硬汉1000只丧尸的顶尖强者。这实力也太恐怖了！要是艾明遇上他们，恐怕连拔剑的机会都没有。没想到这种级别的强者会来这儿。你们好，这片区的丧尸我们已经清剿过一轮了。深夜到访，二位是有什么事？我们在100公里外侦测到一个巨型丧尸母巢，正在疯狂繁育尸群。我们是来探查扩散范围的，刚好路过这里。什么丧尸母巢？难怪最近尸群越来越多，而且100公里，这距离简直近在咫尺。母巢一旦完全成熟，就是铺天盖地的尸潮，所到之处寸草不生。你们赶紧收拾东西搬离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尸潮要来了，动静不小啊！你们说的这尸潮能有多危险？摊主，尸潮可是末世最恐怖的灾难，凡是被波及的人类据点，没有一个能幸存的，唯一的活路就是往远了逃。我们要转移吗？靠，这么离谱！我倒是想搬，可这菜市场钉死在这儿了，怎么移？没必要。没必要？你知道尸潮的恐怖吗？就凭你们这点人手，也敢硬扛？他是你的同伴，这种自大简直是拿人命开玩笑。你的纵容会害死所有人。住口！摊主说没必要，就一定有办法。你们就算是高阶猎人，也没资格质疑摊主的决定。等等，你叫他摊主，难道他就是这家末世里这家菜市场的主人？不然呢？那店里的蔬菜，新鲜胡萝卜、黄瓜、苹果，还有传说中的西瓜，这些早就该在末世中绝迹的珍贵蔬菜水果，他居然都有。你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能搞到这么多末世神物，还敢留在尸潮必经之路，说不定他真的有对抗尸潮的底气。摊主可是拥有空间异能的绝世强者，活过了数个末世轮回，这些食物都是他在末世初期就封存的存货，足够支撑我们安然度过危机。空间异能者，那不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至高异能吗？您的实力肯定远超我们姐妹。真没想到有生之年能亲眼见到活的空间异能者。对不起，摊主，刚才是我们姐妹有眼不识泰山，言语冒犯之处。
还请您大人有大量，不要计较。无妨，真要是觉得过意不去，不如去我店里消费一把，就当赔罪了。等等，您那里的那些蔬菜，我们真的能买吗？不瞒您说，我们姐妹俩虽然是丧尸猎人，但赚的金盒来得快，去的也快，现在身上确实没多少存货，恐怕买不起。我们这次冒险深入母巢附近，也是想在尸潮爆发前多猎杀一些高阶丧尸，攒点金盒傍身。谁说要用金盒了？用国宝换就行。普通蔬菜一件国宝10根，西瓜贵点一件国宝换1个。国宝随便找个废墟就能挖到的东西，这跟白送有什么区别啊？别愣着了，我们快走，现在就去找国宝。关于那个丧尸母巢，你知道多少？摊主，这是在考我吗？丧尸母巢的核心是母体丧尸，它会像产卵一样源源不断的孕育新的丧尸。当它孕育的丧尸数量达到某个极限时，母体自身就会力竭而亡。失去控制的庞大尸群会如同决堤的洪水般四处冲撞，形成毁灭性的尸潮。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，母体丧尸死后，体内会凝结出一颗母体晶核。传说那颗晶核拥有匪夷所思的能力，但具体是什么没人知道，所以在末世里价值不高，几乎没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获取。匪夷所思的能力。母体晶核能解锁商城里更高级的东西。那个传说中的特殊物品区，可是尸潮太过危险了。特殊物品区里面，说不定有能直接提升异能等级的异能进化药剂，甚至是可以瞬间恢复伤势的瞬间治疗舱。这对我在末世立足、保护好菜市场和这些人至关重要。天哪，这不是明代孝端皇后的9龙9凤冠吗？不仅整体镶嵌了红宝石、蓝宝石，还采用点翠工艺。末世竟然连这个都有。这居然是新鲜蔬菜的味道，脆甜多汁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我再也不当丧尸猎人了，以后专门当国宝捕手，天天挖国宝来这儿换吃的，比打丧尸安全10000倍。系统，请点一下我现在手里的国宝总量。当前累计收取国宝100件，已达到返回现实世界的最低标准。100件国宝，价值足以撼动整个行业。是时候回去了，系统。是否立即返回现实世界？注意，宿主返回后，末世时间将暂停流逝，菜市场将由系统自动托管。是。终于回来了，虽然在末世只待了短短几天，但这种和平安稳的感觉真是久违了。已成功返回现实世界，宿主所得100件国宝已全部整理完毕，并通过特殊渠道合理化来源，可放心使用。来源直接合法化，省了不少麻烦。有了这些国宝，很快就能为龙国做些实事了。第一步，先选址，开个博物馆，让这些国宝重见天日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您是想买房还是租房？我们这儿有市中心学区房、江景大平层，还有近郊的独栋别墅。您有什么具体需求吗？面积要大，至少5000平，位置不限，最好是能直接改造的毛坯房。我要用来看放东西，偶尔也住住。有，正好有套合适的。市中心老城区有套6000平的独栋洋房，户型方正，改造空间极大。就是这房子是业内公认的凶宅，前几任房主都出了意外，之后一直没人敢买，价格已经压到市场价的1/3了，而且没人敢跟您抢。凶宅没事儿，先生，您没开玩笑吧？这房子因为忌讳，挂了1年多都没人问津，连胆子大的投资客都不敢碰。您真要考虑？不用考虑，现在就能签合同，钱不是问题。我手里有国宝，我今天就要办完所有手续。国宝，您稍等，我马上去准备合同和相关文件。这位大佬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凶宅都抢着要，还这么财大气粗，果然有钱人的世界我们不懂。陈老，这边请。张先生，这位是咱们市里最权威的文物鉴定师陈老，业内没有他看走眼的宝贝，今天特地请他来帮您长眼。年轻人，你说的国宝呢？别是些旅游景点淘来的工艺品，浪费我时间。那就这个。
年轻人仿品也敢叫国宝？你看这包浆，明显是化学药剂做就的，纹路呆板，玉质干涩，最多值200块。陈老确定不用仪器测测？我干这行30年，汉代玉佩什么样，我闭着眼都能摸出来。这破玩意儿要是真品，我当场给你磕3个响头。陈老，张先生有话好好说，要不还是用仪器测一下吧，稳妥点。不可能，这密度，这矿物成分，还有这天然包浆的老化程度，凤鸟纹线条流畅，阴刻技法是典型的汉代工，玉质是上等和田白玉，历经2000年还能保持这般温润，是失传的籽料骨配，这是货真价实的汉代国宝，市场价至少5个亿。5个亿，张先生。您这宝贝也太吓人了！张先生，是我有眼无珠，冒犯了您和稀世国宝，我这就给您磕3个响头赔罪。不必了，现在能证明我有资格买房产了吧？能，太能了！您能拿出这种级别的国宝，身份绝对不一般，是我狗眼看人低。张先生，合同我早就准备好了，这凶宅380万，您看？麻烦你把它拿去古董菜市场卖了，要全款，今天办完过户。行，我马上去办。张先生您放心，这房子我立马让人打扫干净，再给您配10个安保，保证您的财产万无一失。张先生，您还有其他宝贝吗？能不能让我再开开眼？以后您有任何鉴定需求，我随叫随到，分文不取。不用了，房子我明天再来，国宝先放这儿。这位大佬到底是什么来头？随手拿出5个亿的国宝，买凶宅跟买白菜似的，果然有钱人的世界咱不懂。哟，还挺悠闲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菜市场要拆迁，你个钉子户还赖着不走？我不走又如何？赶紧滚蛋！拆迁办早就下通知了，就你不识抬举，还敢当钉子户？哥，这装什么装？再不走，我们可就不客气了。哎呦，好痛啊！你没吃饭啊？连块玻璃都砸不碎，还砸到我了。不对啊，我已经用很大力气了，这破玻璃什么时候这么结实了？驱赶我之前，你们是不是该把地上的蔬菜给我收拾干净？我现在心情很不好，你们最好动作快一点。谁给你的胆子这么跟我们说话？拆迁的事儿，我们今天必须办。先把你教训一顿，看你还敢不敢当钉子户。看我的！菜市场为宿主提供绝对保护，检测到有人恶意驱赶并攻击宿主，是否将其拉入黑名单？哼，否，拉入黑名单就没意思了，陪他们玩玩。糟了，这小子不对劲！要是嫌自己命长，可以再回来找我驱赶试试。不敢了，不敢了，再也不敢来驱赶你了。你说是不是？没错，拆迁的事儿我们再也不管了。真是活见鬼了，这哪是钉子户，这是惹不起的大佬。哎，只是想打包点蔬菜，也要被打扰。这才几天，通牒都贴到家门口了。听说这片区是龙国顶尖的康地产集团要开发，打算把城中村推平，将 CBD 所有商铺要么迁，要么拆。像我这样不愿配合的，就被按上钉子户的名头，等着强拆伺候。不过有系统兜底，就算是康地产的推土机开到门口，也动不了我这菜市场一根手指头。系统切换至末世频道，收到宿主指令，正在同步末世坐标。宿主身处末世期间，现实世界时间将暂停流逝。母体晶核的获取路径，你们清楚吗？那晶核藏在母巢最深处，得等尸潮彻底爆发，母体丧尸孕育完，所有尸群立即而亡后，才能绕开狂暴尸群，潜入核心区夺取。你们试过？没敢碰。末世里能稳压我们姐妹一头的强者屈指可数，但这次的丧尸母巢规模空前，光外围尸群就够我们喝一壶，硬闯就是送死。帮我拿到母体晶核，你们想要什么报酬？
我们要加入你的阵营，做你的专属猎人。我们都打听清楚了，他们都是你的核心成员。当你的人能兑换专属技能，特别是情真那招汹涌奔袭，要是我们能拿到实力直接翻倍，抢金盒也更有把握。拿着，只要你们用国宝在店里消费，攒够贡献值，别说新鲜蔬菜管够，商城里的技能武器随便你们挑。卧槽，摊主也太敞亮了吧！这福利简直逆天！从今天起，我们姐妹就是你的人了。世潮再凶，也保准把金盒给你抢回来。不错，一下子多了2个高阶猎人当帮手，夺取金盒的胜算又大了几分。不过要保险起见，得再招揽些硬茬，凑齐一支能硬汉丧尸潮的队伍，才能万无一失。检测到宿主重返末世，触发高阶经营任务，要求2天内完成100单国宝交易，任务失败惩罚宿主永久滞留末世，无法返回现实。我操，这任务直接翻倍，2天100单。我现在满打满算才30多个员工，就算每人1天买2单，2天也才70单，这还得排除有人没国宝的情况。系统，你这是故意刁难，真以为我离不开现实？老子偏要完成给你看。是净土中心馆主董毅，还有焚尸城城主季潇，这俩是片区内公认的顶尖霸主，居然联手来了。这下麻烦大了，这2人单打独斗就够恐怖，联手的话，摊主能扛住吗？别紧张，我们不是来打架，是来跟你做笔大生意。让他们进来。乖乖，补习里记载的末世绝技蔬菜和水果，居然真的全在这。董毅这老狐狸没骗我，新鲜蔬菜还有传说中的西瓜，这些东西早就该在末世里消失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西瓜，还没切开就香得醉了。我之前吃的那些复刻版简直是猪食。我是净土中心馆主董毅，这位是焚尸城城主季晓，我们俩今天来是想跟你签一份独家协议。焚尸城摊主，焚尸城虽然人少，但全是精英异能者，实力一点不比净土中心弱。这俩城向来是死对头，分抢资源、抢地盘没停过，怎么会联手？什么协议？你的蔬菜和水果今后只能卖给我和季晓，不管是零售还是批发，其他人想碰得先问过我们俩的拳头。没门。嘿嘿嘿嘿嘿嘿。我操，70件国宝，这要是分给员工们消费，直接能把2级员工商城冲开。不愧是净土中心的馆主，出手倒是挺阔绰。1件国宝换1个西瓜，其他蔬果1件国宝换10根。想要什么自己挑。这些国宝是给你的见面礼，代表我的诚意。石像点接受独家协议，以后这样的诚意只会多不会少。国宝在他们眼里就是路边石头，拿这玩意儿当诚意，真是可笑。我说了，拒绝。你确定要跟我们2城为敌？不答应你的霸道要求就是为敌。董馆主的面子也太大了点。微微，把这些国宝平均分下去，让员工们抓紧兑换，别浪费时间。明白。好得很，拒绝我的提议，还敢心安理得收我的国宝？不是董馆主亲口说送我的吗？难道是我听错了？油嘴滑舌！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要么只对我们2个供货，要么我就屠了你的所有顾客，让你这破店彻底关门。这气场比我们姐妹联手还强。摊主小心，他的实力已经达到高阶异能者顶峰，我们这儿没人能拦住他，更何况旁边还有季潇那个同级别的狠角色。放心，有我在。只要还在我的菜市场里，就算是神也伤不了我的人分毫。董馆主，我开的是生意店，不是一言堂。店里只有一条规矩，一视同仁，凭国宝交易。不管是难民乞丐，
还是城主干将，只要能拿出国宝，我都欢迎。包括你，但你要是敢在我店里动粗，或者伤害我的顾客，我会直接把你和季潇拉黑，这辈子都别想再买到我店里的任何东西。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，给我死！季潇，别磨蹭，联手宰了这小子，他的蔬菜和攻坚异能全归我。哈哈，董翳啊，董翳，你还是这么蠢！你他妈疯了，敢拦我！我只是选了条活路而已，你眼里只有打打杀杀，却没想过这摊主能拿出末世绝技的蔬果，还能在你眼皮子底下护着所有人。除了传说中活过末世初期的空间系顶尖强者，还有第二种可能吗？就算他不是，你杀了他，顶多抢一批蔬果，吃完就没了。但跟他合作，以后源源不断的神物都能拿到，你连这点账都算不清。合作才能共赢，我的老对手，你从一开始就输了，输在你的眼界和贪婪。你敢耍我，我先宰了你这个叛徒！聒噪！系统把董翳和他的所有手下永久拉入黑名单。哼！这就是他的实力，悄无声息就化解了董翳的攻击，还能瞬间把人驱逐出去，比我想象的还要恐怖。幸好我及时反水，不然下场比董翳还惨。摊主方才让您见笑了，您别跟董翳那蠢货一般见识。我知道您急需国宝，为了赔罪，我已经下令让焚尸城全城搜寻国宝，所有居民都会来您店里消费，只求您别把我也拉黑。卧槽，全城人来消费，这波血赚，2天100单的任务直接稳了。季潇这老狐狸倒是比董翳上道多了。国宝换蔬菜，可以。太好了，这波血赚，传说中的神果终于能尝一口了。哈哈，摊主这苹果，我能尝尝鲜吗？卧槽，这是什么神仙味道？甜到灵魂里，还带着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，比我喝过的所有能量剂都爽。这种极致的快乐，只有摊主的蔬果能给。凭什么？季潇这个老东西居然能吃到这种神果，还能无限购买，本该是我的机缘，全被这摊主和叛徒毁了。幸好老子识时务，没跟董翳一起疯，不然现在只能在外面看着别人享受，哪能轮到自己抢宝贝？80件国宝，可惜季潇一人消费只能算1单，不过等焚尸城全城来买，100单轻松达标。不算西瓜，80件国宝能换800样蔬菜，这下焚尸城的储备直接拉满。哈哈，摊主，我实在忍不住想扫货了，行施赔，随意。嘿嘿嘿，这黄瓜脆嫩，嘿嘿嘿，这胡萝卜甜，嘿嘿嘿，这青菜新鲜，全给我包了。季潇这老东西，有了这些物资，焚尸城迟早超越我。不过哼，老子早有后手，净土中心的所有精锐保镖已经在路上。馆主净土中心所有精锐保镖已集结完毕，共计30人，随时待命。很好，那摊主虽强，但只会把人赶出店，看样子是不能杀人，或者不敢。店外就是我的地盘，所有保镖听令，从现在起，任何从这店里走出来的人，不管是焚尸城的杂碎，还是普通难民，一律格杀勿论。就算是季潇那老东西，也照红不误。我得不到的东西，别人也别想染指。今天就把这菜市场和里面的所有人一并炸成废墟。摊主，董翳带了几千人，把我们包围了，炮口都对准店里了。没关系，因为恭喜宿主销售额达标，宝安2级商城正式解锁，新增高阶异能增幅、重型防御武器、群体攻击模块、急速自愈药剂。我操，2级商城的装备简直是碾压1级，不管是技能威力还是武器强度，都直接翻了个档次，价格才涨2倍，这性价比直接逆天。所有人听着，把身上所有的国宝全拿出来，
今天给我清空库存，1分贡献点都别留。现在立刻激活你们的保安徽章，打开2级商城。我的天，这就是2级保安的福利，直接上天了吧？体能强化5倍，我们姐妹的身体强度本就远超常人，再翻5倍，一拳就能砸穿董毅的指甲，到时候定要把那老小子揍得跪地求饶。都听好了，根据自己的能力短板挑装备，把贡献点榨干。记住，只有自身够强，才能在尸潮和董毅的围剿下活下来。技能、武器、异能增幅，这摊主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连这种逆天的东西都能拿出来当福利。还好老子当初临阵反水，没跟着董毅那个蠢货作死，不然现在坟头草都3尺高了。我操，这玩意儿居然能让我这种普通人觉醒异能！末世里，普通人和异能者就是云泥之别，不仅是力量上的碾压，更关乎生死存亡。各大城池幸存者部落里，异能者高高在上，是说一不二的掌权者，而普通人命如草芥，任人宰割。摊主，您不仅无偿给我们提供末世里千金难求的蔬菜和水果，还能让我们这些蝼蚁一样的普通人觉醒异能，拥有反抗的力量，再也不用被那些恶人当牲口使唤了。多谢摊主再造之恩，我们愿誓死追随摊主。别整这些虚的，你们变强，能守住菜市场，能帮我拿到母体晶核，就是对我最好的回馈。不错不错，这一波强化下来，保安们的实力直接飙升。就算只有30多人，对付董一那几百号虾兵蟹将也绰绰有余。摊主，这保安徽章能不能给我也整一个？您开个价，不管是晶核还是国宝，多少我都给，砸锅卖铁都凑齐。非卖品，只有正式成为我菜市场里的保安才能拥有。成为保安，我堂堂焚尸城城主，要是成了一个菜市场的保安，传出去岂不是要被全末世的人笑掉大牙？可这徽章里的福利实在太诱人了。摊主，您看我行不行？我愿意留下来当保安，绝对任劳任怨。你是焚尸城的人，跟着季萧吃香的喝辣的，能安心留在这菜市场守着。保安要的是死心塌地的自己人，不是朝三暮四的墙头草。摊主，我愿每月上缴焚尸城5成的国宝，就换这一个保安名额，不用我天天待在这儿，只要能解锁徽章权限就行，这样也不行吗？用国宝换名额，这买卖我接了。太好了，我这就回去搜刮焚尸城的国宝，下次来直接把名额拿下。听着，以你们现在的实力，收拾董一那伙保镖绰绰有余，但我不想看到任何人折损。只换了武器，身体素质还是普通人的，老实待在菜市场里，有系统护着，没人能伤你们分毫。兑换了异能或体能强化的，跟着出去正面硬刚。算我一个，董一会找上门。我当初联手的提议也算半个诱因，而且这末世里能和他硬碰硬的，也就只有我了。我来拦下董一，你们的人专心收拾那些杂兵。既然如此，开战！馆主，不对劲啊！他们在里面又笑又闹，还手舞足蹈的，难不成真没把我们这几千人放在眼里？装腔作势，一群待宰的羔羊罢了！给我轰烂大门，一发火箭弹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恐惧。给我往死里炸！火箭弹、异能攻击，全给我招出来！
董毅，老子在里面见识到了真正的逆天手段。识相的赶紧滚，再晚一步，别说抢东西，你这条老命都得留这儿。纪晓，要不是你这卑职求荣的叛徒，老子早把这破菜市场夷为平地。我得不到的东西，你也别想染指。从今天起，但凡踏进这家菜市场一步，或是从里面走出来的人，全都得死，包括你。董毅，少说废话，末世里拳头硬才是硬道理。今天就让你看看，谁才是这片区域的真正霸主。一群靠着摊主吃的鱼河之众，也配口叫唤。冰龙现。吃我一拳！给我滚！该死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一道激光就穿透了我的肩膀！你们快看，他们的武器根本不是末世该有的东西。这到底是什么怪物菜市场铺？不仅有我们看不懂的武器，还有一群跟超人似的怪物。那是刘哥，我认得他，他以前就是净土中心一个连药都配不齐的赤脚医生啊，就是个任人欺负的普通人。怎么突然变成这么厉害的火系异能者了？这根本不科学。哥，我们跑吧，再待下去真的会死啊！跑？往哪儿跑？得罪了馆主，就算我们现在逃出去，回到净土中心，也只有死路一条。谢了两位，要不是你们俩牵制住他的紫电分身，老子今天非得和这老东西拼个两败俱伤不可。摊主的事就是我们的事，合作方自然也在忽悠范围内。想走，先问问这面墙答不答应。张帅、纪晓，还有你们这群叛徒，给我等着！我董一不死，他日定要踏平这破菜市场。真是活该！当初嚣张跋扈，如今落得这般下场，纯属自找。我操，2级上乘的装备就这么猛，要是升到3级，我的人岂不是能横着走末世？董毅这老小子根本不够看。董毅已经跑了，我也该回焚尸城了。摊主放心，我回去就下死命令，让全城的人掘地3尺找国宝，保证把你这菜市场的门槛都踏破。把地上的尸体和残屑集中处理掉，别留痕迹。明白。真没想到啊，我一个拿手术刀的医生，有朝一日能提着火球上战场，还撂倒了好几个保镖，这感觉太爽了。我这把老骨头半截都埋进土里了，居然还能帮摊主杀敌立功，这辈子值了！你们都是守菜市场的大功臣，为了犒劳大家，今晚开狂欢会，货架上的水果、蔬菜随便拿，随便吃，管够。都别愣着了！天大的好消息，炸穿末世的那种！净土中心的董一，你们知道吧？就是那个跺跺脚片区都要颤3颤的狠人。知道啊，怎么了？难不成他栽跟头了？能栽什么跟头？他手下几千保镖，跺跺脚就能踏平我们这种难民窝？何止栽跟头！那老小子带着全部家底去围攻一家菜市场，想强抢人家的东西，结果呢，被人家菜市场里的人碾压式吊打。董一本人被打得口吐鲜血，带着残余屁滚尿流逃回净土中心，连头都不敢回。什么菜市场这么猛，能把董毅揍得这么惨？这才是关键！那家菜市场有末世前才有的新鲜蔬菜，黄瓜、胡萝卜、苹果，甚至还有传说中的西瓜。而且这些宝贝不用金盒，不用命去换，只要拿国宝就能买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国宝就是那些没人要的破烂？千真万确！
我表哥就在焚尸城边上混，亲眼看到有人拿了和氏璧换了半筐苹果。别磨蹭了，趁天还没黑，赶紧出去挖国宝。就算刨遍废墟，也要换一口新鲜蔬菜吃。还能用。如果你能听到这条消息，恭喜你，你离胜的希望不到20公里。距离此处最近的城市边缘，藏着一家逆天的菜市场铺。晋土中心城主董毅率领3000精锐保镖围攻，却被菜市场主轻松击退，狼狈逃窜。吹牛逼呢！末世里哪有这么牛的菜市场？董毅那老怪物能被人轻松打跑？这家菜市场为何神奇？因为里面有古籍中才记载的神物：脆嫩的黄瓜、甘甜的胡萝卜、汁水四溢的苹果，还有能治愈伤痛的西瓜。这些东西数量多到堆成山，吃都吃不完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些末世里千金难求的宝贝，通通只要用国宝就能兑换。一件没人要的国宝，半筐蔬菜带回家。什么？真的假的？用那些没用的国宝就能换？用那些烂大街的国宝就能换黄瓜、西瓜这些东西，我们以前只在祖辈的故事里听过啊。十有八九是骗局，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再说了，连那家菜市场具体在哪儿都没说，摆明了是忽悠人的。那家神奇的菜市场位置就在城西废墟外300米，门口挂着块写着末世仙书的木牌。他真说了具体位置，管他是不是骗局，老子都要去赌一把，总比在沙漠里渴死饿死强。要是真的，我们再也不用当颠沛流离的流浪者了，再也不用喝带辐射的脏水，啃烂到发霉的烂菜叶了。走，去城西，就算是陷阱，也得闯一闯。当前累计交易单数76单，距离任务截止时间剩余18小时，未完成目标将永久滞留末世。今天有季潇和董毅送来的国宝兜底，让保安们敞开了兑换，才凑了76单。这系统任务也太狠了，任务要求2天100单，不对，是之前升级的2天200单。今天76单，明天一天必须卖出124单才能达标，不然我就真的要永远困在这末世了。这几天除了董毅来捣乱，季潇来谈合作，就没一个新顾客上门。焚尸城离这儿少说半天路程，季潇就算回去下了命令，他城里的人赶过来也得是明天下午以后了，根本赶不上任务截止时间。我明明已经做到极致了，加固菜市场铺，提升保安实力，谈下焚尸城的合作，到头来居然要栽在这破任务上，罢了，只能盼着明天能有奇迹发生了。谁呀？大清早的扰人清梦。什么情况？这大清早的哪来的顾客？欢迎光临，西瓜1件，国宝1个，其余蔬果统一价，1件国宝换10种任选。是真的，全是真的，这里有吃不完的新鲜食物啊！古籍里记载的味道，我们这辈子居然还能品尝到水果。摊主，你刚才说的是真的？所有东西都能用国宝换，不用金盒，不用卖命？看你们这阵仗，没来过就揣着国宝上门，消息倒是灵通。说说，你们是从哪儿知道我这菜市场的？摊主，您不知道啊？您把进土中心的董毅揍得屁滚尿流的事儿，早就传遍周边所有据点了。现在谁不知道城西废墟有家能用国宝换仙书的神仙菜市场？何止我们，远处几个难民区的人都在往这儿赶呢，估计要不了多久，您这门槛都得被踏破。原来如此，我操！董毅这老小子还有这用处，挨一顿揍，直接给我当了免费宣传员。照这架势，别说124单，200单都绰绰有余，系统任务稳了。恭迎城主大人回城。
我离开这2日，城内可有什么异动？启禀城主，昨日有一支自称幸存商会的队伍前来，说带来了一批末世里罕见的珍贵物资，此刻正在城内与各大异能家族交易。我们仔细查验过，他们带来的确实是能直接食用的食物。幸存商会卖的就是这玩意儿。回城主，他们说这是特意给您留的珍品，说是刚从海边废墟里刨出来的，没开封呢。幸存商会，这可是末世里最顶尖的珍稀食物供应商，手里攥着大批量的普通物资，还能偶尔掏出些绝技的稀罕物，背后的势力深不可测。说是这片区域的无冕之王都不为过。可惜啊，再大的势力也改不了他们骨子里的奸商本性。谁能想到，老子堂堂焚尸城城主，居然是那个在他们拍卖会上花1000枚高级金盒买下一瓶没有酸黄瓜的酸黄瓜罐头，甚至还过期半年的大冤种。哼，倒要看看这群吸血鬼这次又想玩什么花样。明人不说暗话，本次交易规矩放这儿。没发霉的菜叶1颗中级晶核换1块，这发霉的便宜点儿，10颗低级晶核1块，看你要的量不小，给你个独家优惠，总价抹个零头，优惠5%。5%？魏新，你欺人太甚，这价格比上次足足贵了1/3。急什么？末世法则听过没？物以稀为贵。现在外面尸潮遍地，能有口菜叶吃就不错了，嫌贵？那我转头卖给城西的净土中心，董毅可是等着求购呢。我没说不买，奸商，一群吃人不吐骨头的奸商，明明掌握着稳定的蔬菜生产线，却故意囤积居奇，把价格抬到天上去。别急着掏钱啊，还有好东西呢，这可是我们最新研发的蒸馏净水，跟以前那些带着辐射味的破水不一样，辐射含量降到最低，口感还带点甜，相当美味。好干净的味道，居然还带着点甜。要是能买回去存着，每过3年5载的拿出来给家人尝一口，这辈子都值了。魏老板，这样的净水您一共带了多少瓶？我们全要了。不多不少，就这2瓶。物以稀为贵，价格嘛，自然要比寻常物资高些。多少？1瓶100颗高级晶核，谢绝砍价。这也太贵了，100颗高级晶核够我们整个小队6个月的开销了。哼，贵！你们怕是忘了末世的规矩，整个幸存商会也就提炼出5瓶这样的净水，寻常蒸馏出来的水哪个不是带着辐射味，酸不拉几的，喝多了还伤身子。这是用我们商会的顶尖技术换来的结晶，没有我们，你们就算砸锅卖铁也买不到这么干净的水。我要了，我也要买。城主有份，我们也得有。既然大家都想要，那简单，竞拍，起拍价100颗高级晶核，价高者得。一群蠢货，就这净水，我们商会的生产线给我出上百瓶，不把给我吧，说的绝点，不把量吹的少点。我先。袁大头怎么会心甘情愿掏高价？100颗高级晶核，哼，真够黑的。我出1颗低级晶核买这瓶水，有人和我抢吗？城主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城主大人，您刚才说要花1颗低级晶核买这瓶100颗高级晶核的净水。算了，我突然改主意了，就这寡淡无味的破净水，别说1颗低级晶核，白送我都嫌占地方。1颗低级晶核都不值，这可是幸存商会的顶级净水啊！城主大人是不是疯了？城主大人真会开玩笑，这净水可是我们商会的招牌货，多少势力抢破头都买不到呢。算你说对了，是在开玩笑。这水嘛，勉强还是值1颗低级晶核的，毕竟能解渴。城主大人刚回城，怕是还没歇过来，您快瞧瞧这个，这可是我们的人冒着被丧尸鲨鱼生吞的风险，从极寒深海的沉船里捞出来的苹果罐头，全墨试毒1份。是苹果，真的是古籍里记载的能甜到心坎里的苹果，我这辈子居然能亲眼见到。活了这么大，
只听过祖辈讲过苹果的故事，没想到今天能一睹真容。城主大人福气也太好了。魏老板，这瓶苹果罐头到底要多少金盒才能买？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想凑一份。不贵，500颗高级晶核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500颗高级晶核，虽然贵得离谱，但能尝到一口苹果的味道，就算倾家荡产也值了。城主大人财大气粗，肯定能拿下这瓶苹果罐头。这下您可有口福了，我们跟着沾光，能闻闻味儿就满足了。城主大人，您瞧瞧这品相，深海沉船里捞出来的，原汁原味，这么稀罕的宝贝，您就不动心？你确定这玩意好吃？那必须的，不好喝我魏新2个字倒过来写。要是入口有半点不对劲，您直接把罐头砸我脸上，我分文不取。呵呵，好，这话可是你说的。去拿几个碗过来，今天就让大家伙儿开开眼，尝尝这深海苹果的滋味。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苹果罐头吗？这个苹果罐头我买了，今天高兴，请各位尝尝鲜。太好了，城主大气，能吃到传说中的苹果是我们的福气，大家一起吃。虽然有点苦，还带着海水的腥气，但细细品来，确实能尝到一丝清甜，好吃。哈哈，城主就是豪爽。这苹果罐头啊，我都没舍得尝一口。今天沾各位的光，也算开洋荤了。呸，这玩意儿难吃的要死，一股子铁锈加咸鱼味儿。也就这群没见过世面的蠢货，才会把这破烂当成宝贝。那一箩筐里就一瓶没被海水泡透的，早被我们内部瓜分干净了，那才叫真正的苹果，好吃的能把舌头吞下去。你刚才说这苹果罐头要是不好吃，就分文不取，对吧？那是自然，我魏新说话算话。巧了，我现在觉得它难吃的要命，所以这500颗高级晶核我不付了。这怎么行？你看他们都说好吃。城主大人您身家丰厚，犯不着为了这点晶核睁着眼睛说瞎话吧？我说是不好吃，就是不好吃，把东西拿上来。还有，城主大人蔬果都拿过来了。啊，这不可能！啊，这是什么？还没吃，我都能闻到那股子清甜的果香和蔬菜的鲜气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这些东西真的是城主大人带回来的。城主大人，您这东西确定是真的？别是拿些仿制品来糊弄我们吧？切开给他们尝尝。我操，这就是传说中的西瓜，甜的齁嗓子。对比之下，刚才那玩意儿简直就是马尿，难吃到离谱。这真的是真正的黄瓜，干净的能尝到甜味儿，这才是末世前的味道啊！这哪里是黄瓜，这就是救命的生命之物。城主，这些宝贝到底是从哪儿弄来的？您可得给我个准信。我今天回来就是要告诉你们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往后咱们再也不用花大价钱去幸存商会买那些难以下咽的垃圾货了。这些东西全是我在一家菜市场里买的。一家菜市场能拿出这么逆天的东西，这摊主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城主，这东西得卖多少金盒？您说个数，让我们死了这条心。哈哈，你们都猜错了，这些东西啊根本不用金盒，只要去城外的废墟里随便捡点国宝，什么样的国宝都行，拿着就能去换。什么？用国宝换？那些扔在地上都没人捡的玩意？用国宝换？这跟白送有什么区别？不行，我必须立刻上报总部。要是这事儿传出去，谁还会来我们幸存商会买那些高价垃圾？要是不赶紧把那家菜市场给铲平，幸存商会用不了多久就得倒闭，彻底玩完。城主大人，不知那家菜市场具体在什么位置？我也想去开开眼，买点好东西尝尝鲜。不急，待会儿我就发全城通告，让城里所有异能者都去光顾，地址什么的，通告上写的明明白白。哼，幸存商会，等着吧！你们要是识相点，
还能跟着沾点光。要是敢学董翳那蠢货，想动摊主的主意，我就坐看你们幸存商会在摊主手里土崩瓦解，灰飞烟灭。我要马上告诉会长，会长，出大事了，天大的事！慌什么？天塌不下来。季潇，焚尸城的季潇，他从一家破菜市场里用国宝换到了西瓜和黄瓜，那品相，那新鲜度，简直就像刚从末世前的地里摘下来的，根本不是我们商会那种泡烂的货色能比的。用国宝换，有意思。你待在原地别动，立刻定位那家菜市场，半小时后我亲自带人过去。卧槽，这速度也太逆天了！才半天功夫就涌进来80多个新顾客，而且人还在源源不断的来。124单的任务稳了，稳了。距离任务完成还差43单，任务完成倒计时6小时。我早就吩咐微微他们在菜市场周边腾出地方给难民们落脚，这样一来，不仅能收拢人心，还能保证每天的客单量，简直一举两得。只是那丧尸母巢始终是个定时炸弹，想让这些人安安稳稳地活下去，未来那波恐怖尸潮必须彻底解决。摊主，你就是我们的神，你不仅让我们用那些不值钱的国宝换救命的蔬菜和水果，还为我们盖房子遮风挡雨，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啊！那是幸存商会的飞艇，他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这是幸存商会总部的专属飞艇，寻常势力根本没资格调动，他们突然找上门，怕不是来者不善。你们太过分了！明知道有人还故意撞过来，快道歉！没错，别以为仗着商会的名头就能横行霸道。不好意思，手下人没眼力见，这点金盒就当赔礼了。居然是高级金盒，这可是能换半筐菜叶的宝贝，他说给就给。好家伙，这排场比董翳还大，一个个眼神里透着算计，怕不是和董翳那蠢货一个德行，想来抢菜市场。反复确认过消息，可亲眼见到，还是觉得像做梦。末世里居然还有这样鲜活的蔬菜。摊主，您是不知道，这些东西随便拿一件到我们幸存商会拍卖，都能拍出1000颗高级金盒的天价，多少势力抢破头都买不到。二位大驾光临，应该不只是来欣赏我的菜吧？你就是这家菜市场的摊主？你猜？那好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幸存商会的会长李耀祖。幸存者商会听着名头挺大，不过话说一半就停了，搞什么名堂？这商会到底是个什么来头？奇怪，听到幸存商会的名号，就算是各大城主也要给几分薄面。这摊主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是底气十足，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，还是他根本不知道幸存商会的实力？怎么，你居然连幸存商会的名头都没听过？没听过很稀奇，末世里值得记的事可比什么商会名号多得多。稀奇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！这末世里哪个势力哪个幸存者敢说不知道幸存商会？这小子分明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故意给我下不来台。哦，闹了半天，你们就是那个到处囤货抬价，把食物当金子卖的幸存商会啊！现在知道你们的来头了，说吧，
两位大老远跑来，总不是专程来买根黄瓜尝鲜的吧？简单，和我们幸存商会签独家协议，你这菜市场里的所有蔬果，今后只能供给我们一家。哈哈哈！这话听着怎么这么耳熟？董毅那蠢货当初也是这条说辞。合着这末世的大佬都爱搞这种垄断的套路，能不能换点新鲜的？哎，先别急着摇头，我李耀祖在这末世里跺脚都能震得片区抖3抖，只要你点头，金银财宝、绝色美人，甚至能让你横着走的滔天势力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可惜啊，你说的这些玩意儿，我半个都瞧不上。我开这家菜市场就一个目的，让更多吃不饱饭的人能用那些没人要的国宝换口干净蔬菜和水果吃。只有客源源源不断，客单量才能蹭蹭涨，系统那该死的任务才能搞定。什么全是美人，哪有活着离开末世重要？摊主您实在太好了，在这吃人的末世里，您居然愿意把这么金贵的食物用不值钱的国宝卖给我们这些难民，您根本不是为了牟利，是真的想让我们活下去啊！是啊，以前遇到的那些势力，哪个不是把食物攥在手里当宝贝，恨不得敲碎我们的骨头换金盒？只有摊主真心实意的为我们这些底层人着想。你可想清楚，确定要当着我的面拒绝幸存商会的合作？拒绝了又怎样？难不成你们幸存商会还想在我这动手砸场子？别以为我们没做过功课，你那菜市场的无敌防御结界，还有能把普通人变成异能强者的保安赋能，我们早就摸得一清二楚。但你要搞清楚，这些把戏根本护不住你。你的菜市场从开张那天起，就是我们幸存商会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这破菜市场一冒出来，我们商会的生意直接腰斩。你这儿的东西比我们的好上10倍，还拿那些烂大街的国宝当货币。现在谁还愿意掏金盒买我们的货？所有人都疯了似的往你这儿挤。说白了，你这菜市场要是继续开下去，我们幸存商会迟早得倒闭。所以你只有一条路可选，从今往后，你菜市场里的所有货物只能专供我们幸存商会。原来如此，合着你们是输不起啊！末世的规矩本来就是弱肉强食，买卖自由，你们竞争不过就想搞垄断，用武力逼我关门，门儿都没有。既然话不投机，那咱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。我不妨告诉你，从今天起，你这菜市场的门别想再顺顺利利开进一个顾客，就算有人侥幸闯进来，也得先掂量掂量能不能躲过我们商会的追杀。都别愣着了，有人上门找茬搞事情，该干活了。我看谁敢！听好了，他们要是敢先动手，你们也不用客气，直接往狠里打，出了事我担着。这就是被他赋能过的人，一个个气息强悍的离谱，就算是我，同时对上这4个人，恐怕也讨不到半点好处。哈哈，摊主别当真，刚才那都是玩笑话，纯属给您逗个乐子。带着你的人滚远点儿。得嘞。哟，李会长这是碰一鼻子灰回来，看来那摊主可不是好拿捏的软柿子。废物，不然老子能找你合作。从现在起，咱们联手，目标就一个，把那家破菜市场彻底搞黄。连你们幸存商会都栽了跟头，看来这菜市场的水比想象中要深了。不过也好，越是难啃的骨头，啃碎了才越有意思。咱们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让所有人都不敢再踏足那家菜市场一步。哼，这附近知道那家菜市场的人本来就没多少，只要我们抢在消息传开之前，把他们的名声彻底搞臭，到处散播对他们不利的谣言，局势自然就会倒向我们这边。还有，行动必须离菜市场远点儿，免得被那摊主的人察觉，打草惊蛇。这点门道老子还用你教？你就等着看好戏吧！凡是敢拎着国宝往那菜市场凑的人，一个都别想活着过我这关。把消息传出去，凡是敢拿国宝去那家菜市场换东西的人，下场就是这样。不仅要挨我们净土中心和幸存商会的联手报复，还得永久失去在幸存商会购买任何物资的资格。奇怪，今天的人怎么突然少了这么多？按道理，消息传开了，应该更热闹才对。摊主，出
出事了！摊主，有人在咱们菜市场四周设了好多关卡，不管是谁，只要想往这边走，都会被他们拦下来，根本不让靠近。不止这样，他们还到处放话，说谁要是敢来咱们这儿买东西，往后就再也别想和幸存商会做任何交易了。好多人都是因为这个不敢过来了。难怪客源突然断了档。陆林、陆晓，过来一下。摊主有何吩咐？有人在咱们菜市场周边设了关卡，专门拦着想来买东西的人。你们去把那些障碍清掉。岂有此理！光天化日之下还敢拦路抢劫，我们这就去把那些砸碎的关卡砸个稀巴烂。敢问摊主，对付那些拦路的家伙，需要留手吗？哼，不必，让他们知道妨碍我做生意的下场。不管是幸存商会还是净土中心，一个个都想逼我独家供货，被拒绝就玩阴的搞阻拦，真是一群见不得人好的货色，越想越让人火大。哼，既然敢往那家菜市场凑，就别想着活着离开。大侠饶命啊！我们只是想换口吃的，求求你们放过我们吧！就是这群家伙，居然又是净土中心的狗腿子。看来董一那老小子上次被打跑后根本没死心，居然转头就和幸存商会沆瀣一气了，真是臭味相投。别废话了，赶紧把这群人解决掉，把两家联手的消息带回去给摊主。陆林、陆晓触发合击 buff， 战力增幅30%。果然是幸存商会在背后搞鬼，倒是我没想到，净土中心居然也敢凑上来参一脚。他们没对那群难民下死手，按净土中心以往的狠辣作风，这群人早该变成路边的尸体了。没杀人，这其中肯定藏着什么猫腻。摊主，出大事了！幸存商会开始玩阴的了，他们开着飞艇，在各个幸存者部落和流浪者小队的上空撒劣质食物，还到处造谣污蔑我们的菜市场。他们说咱们菜市场里的蔬果都被末世辐射污染了，吃了会烂肠子，变丧尸。好多不明真相的人都信了。更气人的是，只有大把幸存者信了他们的鬼话，宁可捧着那些发霉发臭的黑面包感恩戴德，也不敢再踏咱们店门一步，还说咱们的蔬果是催命符。他们居然还搞食物投喂这套，一边撒垃圾一边泼脏水，怪不得那群难民只被绑没被杀，合着是留着当传声筒啊！末世里的人最信抱团传的话，这谣言要是传开了，谁还敢来我这儿买东西？我的客单量岂不是要断崖式下跌？恭喜宿主累计交易单数突破200单，任务圆满完成，解锁新品类黄桃罐头。统一售价1件国宝兑换1瓶，总算解锁新品了。黄桃罐头在末世之前也是不可多得的珍品，别说黄桃肥润多汁，就连黄桃罐头的汁也是最可贵的鲜品。这东西肯定能勾起大家的购买欲，拉动一波交易。系列经营任务更新，限时1周，累计交易单数需达到500单，任务失败惩罚宿主永久滞留末世。1周500单，开什么玩笑？现在正被幸存商会和净土中心联手打压，再这么坐以待毙，迟早得栽在这任务上。所有在外保安听着，立刻放弃手头任务，马上返回菜市场集合，有紧急情况部署。据底下人回报，这几天往那菜市场跑的人可是少了一大半。咱们这造谣加拦截的法子，效果还算不错。雕虫小技吧，少这点人根本伤不了他的根基。我今天叫你过来，是有更狠的杀招，能让那菜市场彻底从这末世消失。哦，董馆主还有什么后手？快说来听听。哈哈哈！我最近查到一个惊天的秘密，就在那菜市场周边不远处，有一片废弃工业区，里面正藏着一个规模空前的丧尸母巢，而且那母巢马上就要彻底孵化。什么？你说那片鸟不拉屎的地方藏着个丧尸母巢？千真万确，那片废弃工业区荒了这么多年，谁能想到底下藏着这么个大家伙？要不是我上次兵败后躲去那片区域疗伤，恐怕到死都发现不了这秘密。那董馆主的意思是，咱们要借这母巢的力？哈哈哈哈！算你聪明，老子要的就是借刀杀人，不用咱们损兵折将，只靠那群没脑子的丧尸，就能把那菜市场搅个天翻地覆。我懂了，就是用那声波装置，把丧尸巢的方向硬生生扭到他那破菜市场门口。高，实在是高。这才只是开胃小菜，那母巢还没完全成熟。要是咱们用声波装置刺激它，不仅能提前催生出一波小尸潮冲过去，更妙的是提前爆发，会让母巢积攒的能量彻底紊乱。等它日后真正孵化时，
涌出的尸潮规模会比预计的大上10倍不止。到时候一波接一波的丧尸往他那冲，就算他那菜市场有铜墙铁壁，他张帅死定了。幸存商会和净土中心这2个毒瘤，明的暗的全完绝了。一边派狗腿子设卡拦路，赶来咱们这儿的就往死里走，一边满世界散播谣言，说咱们的食物带辐射，吃了变丧尸，还威胁谁敢交易就断了他们在商会的活路。今天把大家叫回来，就一件事：反击，把咱们菜市场周边所有属于这2家的势力连根拔起，一个不留。敢挡咱们的生路，就得付出代价。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检测到全员士气值爆表，开启限时福利，宝安商城全场1折，限时1天，错过再无。1折，这简直是白送！就凭这福利，保安们能把商城里的好东西一扫而空。到时候每个人的战力都得翻着跟头涨，管他什么商会还是馆主，全都不够看。天哪！以前要20点贡献点才能换的冰冷穿刺技能，现在只要2点，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！终于能不靠火球术硬拼了。以后我既能救人，也能护着大家，再也不是只能躲在后面的医生。摊主万岁！这福利也太顶了，这下咱们能横着走了。这次一定要把菜市场周围围得水泄不通。行动！什么情况？地面怎么在震动？这是发生什么了？我的天啊！任务顺利完成。去那边的难民营看看。大家别怕，那些拦路的保镖已经被我们解决了，你们可以放心去菜市场了。没错，跟我们走。摊主还等着大家去换蔬菜和水果呢，保证管够。谁敢呀？怎么了？我们又不是坏人，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们？别装了，你们的食物根本就是有毒的，不然怎么会用那些不值钱的国宝换？你们就是想骗我们过去，把我们这些没用的难民全都清理掉。什么？简直是胡说八道！这都是幸存商会和净土中心造的谣。还好摊主早料到他们会来这一手，特意让我带上这个。好香啊！这是什么味道？甜甜的，还带着果汁的味道。这是黄桃罐头。这是用糖和新鲜水果做的黄桃罐头，要是有毒，我敢吃吗？你们想尝尝吗？我这里还有新的哦。我来试试。甜，真的是糖的味道，太好吃了！这味道比黑面包好吃10000倍。这么好吃的东西，怎么可能有毒啊？我也要尝，给我1勺，我不信有毒。快带我们去菜市场。走，现在就带你们去找国宝，换更多的黄桃罐头和蔬果。站住！什么来路？再往前挪半步，老子直接送你们见阎王！你们是什么怪物？2位女侠救命啊！我们就是想去那家能用国宝换蔬菜的菜市场，刚走到这儿就被这群混蛋劫了。他们硬说那家菜市场的蔬菜有毒，还说我们要是敢去，就是自寻死路。我们偏不信，他们就把我们绑起来，说要等天亮
把我们扔去附近的丧尸窝当诱饵。别怕，从现在起，没人能再动你们一根手指头。把这些宝贝攥紧了，这可是你们换黄桃罐头和新鲜蔬果的本钱。报告摊主，解救成功。都回来啦。摊主，幸不辱命，我们把菜市场周边5里内净土中心和幸存商会设的所有关卡全端了，一个活口都没留。现在不管是难民还是流浪者，都能畅通无阻的过来。大家都已经在兑换蔬果啦。果然没错，拦路的障碍一清除，客单量直接暴涨。照这个势头，1周500单的任务根本不是问题。不过董毅和李耀祖那2个老狐狸绝对不会善罢甘休，他们憋着的阴招恐怕比之前的拦截和造谣还要狠上100倍。几位别紧张，我们不是来找麻烦的，是听城主纪霄说，城西这家菜市场能用国宝换末世里见不着的新鲜食物，大家伙儿才连夜收拾家底赶过来的。来，快把东西放下。哦，是吗？好家伙，这哪是来买东西，简直是搬了半座宝库过来。看来纪霄是铁了心要和我深度合作啊！这小子治理城池果然有一套，手下的居民都这么有底气。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老天爷，真的是皇冠！那帮该死的幸存商会，一瓶掺了辐射的浑水都敢要我们1个月的金河口粮，简直是抢钱！瞧瞧这成色，在这儿只要1件国宝就能拿下。比幸存商会的破烂货好上1000倍万倍，这买卖血赚不亏啊！我要一件，我也要。这交易量简直暴涨，有焚尸城这群大开队加持，别说7天500单了，估计3天就能超额完成任务。这波操作简直是神助攻。没想到那群废物保镖这么不经打，才几天功夫，设下的关卡就被连根拔起。真是一群饭桶。从逃回来的保镖嘴里听来的消息，那摊主的保安实力简直是天翻地覆的暴涨。以前不过是些任人拿捏的普通人，现在个个都是能以一敌10的异能强者。不得不承认，那摊主当真是个100年难遇的怪物。数不尽的末世前蔬果，能把普通人变成强者的逆天赋能，还有那股能把我瞬间弹飞的恐怖屏障。要不是我是幸存商会的会长，和他注定是不死不休的死敌，我真的不愿和这样的人作对。废话，就算他手下的保安再能打又怎样？接下来这波时潮，他张帅插翅也难逃。看到没？老子早就派人在这旮旯装了诱尸波频器，这玩意儿一开，就跟给丧尸装了导航似的，波频全冲着张帅那破菜市场去，丧尸不肯光他才怪。这么说，那丧尸母巢里的玩意儿会提前倾巢而出，到时候黑压压一片冲过去，就算他有铜墙铁壁，也得被啃出窟窿。那是自然，更妙的还在后头。那母巢里的变异丧尸多如牛毛，一个个凶残的很，尤其是到了晚上，那些鬼东西能把气息藏得一丝不漏，跟幽灵似的到处窜。到时候黑灯瞎火的，就算他们实力再强，也防不住那些变异体的偷袭。这波尸潮一过，他张帅就算不死，也得把半条命交代在这儿。远处这些黑点点是什么？我的天哪！街头多了这么多丧尸，得赶紧告诉大家才行。全员紧急戒备，快，尸潮来了！黑压压的全是丧尸，还在街上的难民们，迅速撤回菜市场。啥？尸潮？
这大晚上的怎么会突然冒出来这么多丧尸？今晚看来得把小命交代在这儿了。别愣着了，快跑啊！被丧尸追上就完蛋了。完了完了，这下要栽了！早知道就不该贪黑出来搬东西。摊主，5点钟方向，大批丧尸正往这边冲，全是奔着咱们菜市场来的。关键是现在是晚上，咱们要是跟丧尸硬碰硬打夜战，绝对要吃大亏。吃亏？你说说，麻烦在哪儿？我刚才用望远镜看了，那尸潮里混了不少变异丧尸，那些家伙一到晚上就能把自己的气息藏得严严实实，跟凭空消失了一样。这么多丧尸冲过来，咱们稍有不慎就会被那些藏在暗处的变异体偷袭得手。我们不怕正面厮杀，怕的就是这种防不胜防的偷袭，特别是那种变异丧尸，攻击速度极快，一个不小心就可能有兄弟折在这儿。你的意思是，只要能解决夜间视野的问题，让那些变异丧尸无所遁形，你们就能轻松应对。既然视野是最大的死结，那我就给你们开个挂。全员视觉共享启动，保安全域监视已激活，实时视线共享功能已开启，覆盖无死角。天哪，我能看到自己头顶的画面了，周身360度，全是清晰视野，连身后的墙角都看得一清二楚，还能直接切到路邻路小的视角，这简直是开了上帝视角啊！这波操作绝了，摊主，你简直是我们的底牌之王。有这玩意儿在手，看那些变异丧尸还怎么躲。没错，有了这视线共享，只要丧尸数量没突破咱们的承受上限，咱们完全能做到零伤亡清场。那些藏在暗处的偷袭根本就是白费功夫。这群丧尸直奔咱们菜市场而来，绝不是巧合，背后肯定有人在搞鬼。都打起12分精神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遵命，遵命，遵命，遵命。不对劲，这丧尸母巢明明还没到成熟爆发期，怎么会突然涌出这么多丧尸？这里面绝对有猫腻。管他是谁在背后捣鬼，菜市场周围现在全是手无寸铁的幸存者，要是让这些丧尸冲过去，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屠杀。我们必须把他们全都拦在这儿。兵强力，给我把这群畜生毒死！全员听令，开始清剿。这边交给我。小的们，给我往死里揍，一个都别放炮！搞定，终于把这群丧尸全灭了。各位辛苦了，丧尸清剿完就先撤回来。我在菜市场备好了新鲜的补给，回来好好休整。后续有什么事情，我们通过徽章联络。终于可以休息啦！快过来看，我在废墟堆里扒出来个怪东西，看着就不像寻常玩意儿。这铁盒好像某个装置。我来看看。等等，这东西的外壳标记我见过，这是幼师波频装置。这东西怎么会在这里？幼师波频装置？那是什么东西？我叫陆小来确认一下。这是专门用来操控尸潮走向的阴损玩意儿，末世里只有大势力才搞得到，能把丧尸的注意力全勾到指定方向。可就凭这一台，根本不可能引出昨晚那么多变异丧尸，这里面肯定还有猫腻。这附近绝对藏着更多同款装置，大家一起找找看。快看我这里！我的天，整整6台，竟然有这么多！怪不得昨晚的丧尸跟疯了一样往这边冲，原来是被这堆东西集体勾引过来的。能确定这玩意儿是谁的吗？这一带能弄到这种军方级装置的势力，满打满算就2家。焚尸城的技销和我们是合作关系，
绝对不会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。剩下的那个就只有阴魂不散的净土中心了。不过还有一点，幸存商会最近和我们死磕到底，以他们的飞艇投送能力，把这些装置悄无声息埋在这儿，简直易如反掌。所以这事儿说不定是两家沆瀣一气干的，根本没法单独撇清。管他是谁的手笔，既然净土中心和幸存商会早就穿一条裤子，那这事算在谁头上都一样。把这些玩意儿全搬回菜市场，我倒要好好研究研究。摊主，不好了，又来尸潮了，这次的规模太吓人了，黑压压的一片望不到头，根本不是昨晚那种小打小闹。太吓人了，简直和母巢爆发的正规尸潮没两样。这可怎么办？昨晚打了一夜，兄弟们个个挂彩，体力早就耗光了，现在哪还有力气再扛一波尸潮啊？就是啊，太累了。是啊，太累了。要是有什么办法，不战而胜就好了。别急，我倒有个一劳永逸的法子，你们不用再提着刀枪和丧尸硬碰硬，只需要把这些幼师波频装置重新调试，把波频的指向改成净土中心的方向就行。对啊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这招太绝了，让他们自己种下的恶果自己尝个够。我们这就动手。一夜过去，那姓张的小子估计早就焦头烂额了吧？想想他被丧尸追着跑的狼狈样，老子就觉得浑身舒坦。6个幼师波频装置同时启动，再加上那母巢本身的规模，昨晚那波狮群，说是小型狮潮都算保守了。他张帅自己缩在菜市场里当缩头乌龟，对外全靠那30多个保安撑场面，就算那些保安被他赋能的再厉害，一夜鏖战下来，体力早就耗干了，能剩下10几个人给他守摊子，都算他祖坟冒青烟了。哈哈哈！一想到那小子吃瘪的模样，老子这心里就跟3伏天喝了冰泉水似的，爽透了。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这里怎么会有丧尸？这怎么可能？是尸潮，怎么会有这么多丧尸？来的一点征兆都没有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们明明把波频都对准了菜市场，怎么会？难道说是幼师波频装置？他把波频改了？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不仅撑过了昨晚的尸潮，还有闲工夫去翻找我藏的那么隐蔽的装置？那些玩意儿我可是埋在废墟最深处的。这根本不合常理。黑夜里的丧尸全是变异体扎堆，能隐身，能突袭，他们30多号人能活下来，就谢天谢地了，居然还有力气去动那些装置。是我们栽了，彻彻底底低估了那小子的实力，也低估了他那群保安的韧性。好一个张帅，居然把尸潮引到老子的地盘上来，现在轮到我们被丧尸追着啃了，这招够狠。行，那老子出去跟他们拼了！都给老子往前顶，谁敢往后退一步，老子先踢了他会草。这又是什么新怪物？尽管放马过来，我董翳也不是吃素。张帅，这笔账老子记下，今日之辱，他日我必百倍奉还。我一定要让你和你的菜市场碎尸万段。董翳这蠢货
就知道硬碰硬，武力镇压对张帅那种怪物根本没用。想毁掉那家菜市场，就得用商人的手段。要掐断他的命脉，其实简单的很，只要把这片区域所有能换东西的国宝全部垄断在我幸存商会手里，到时候他的菜市场就是个空架子，只能等着关门大吉。